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现在很多学佛的师兄，有的因为生活上的问题资生不具足，有的因为自身业深福薄，导致无法安心潜修妙法。都说修行能改变命运，可是他们修行很多年，命运的走势还是无法脱离算命先生算定的运势流程。想来袁了凡先生也需要行3000善事，坚持数年，方改命成功。末法时代众生善根浅薄，障重福浅，改命或许并没有那么容易。但有些佛教经典却不太一样，僧伽刹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只要听闻僧伽刹经，就有一佛福德之具，抄写就能罪业梦受。而除了僧伽刹经外，还有一部极其殊胜的经典，它不仅可以快速的消业增福，还可以增长福报，改变命运。它就是大乘力文字普光明藏经。在大藏经里属于方广12部经典的总纲，在藏地属于密中密。念诵此经就有诸佛菩萨的灌顶和加持，更是能够让人所求皆得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先来看几位修持大乘力文字普光明藏经师兄的真实感应事迹。我遇见大乘力文字普光明藏经纯属是一个巧合的机缘。那是我在打地藏七的时候，我的师父推荐给我的。我当时以为这部经就和念阿弥陀佛圣号一样，可当时我还年轻，觉得自己不用考虑往生的事，要往生等到时候再考虑吧。如今还是念念大悲咒，求求财，日子过好了才是硬道理。结果在一次打地藏七的时候，我却突然业障现前了。当时因为不敢吃寺庙僧人们的东西，怕背业障，所以我和家人都吃自己带的粮食。可谁知到了寺庙，一吃就饿了，而且饿得还挺厉害，眼冒金星，浑身冷汗的那种。当时在场的师父们看见了后，让我赶紧回房去休息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的妻子也突然高血压，头晕目眩。当时在场的佛友看了，都说是业障现前。于是一个小师父就跑去请师父，师父过来看了看，便拿出了一本大乘力文字普光明藏经，并让妻子和他一起读。神奇的是，当经文读完后，妻子就好了，紧跟着我也开始好转了。我仅仅喝了一口绿茶，饭还没拿来吃，人就不感觉饿了，肚子里居然有饱的感觉。以这件事为契机，我就这样开始念这部经。不过在回家念完1周后就没念了。过了2个月，我又碰到师父，就上前行礼。他问我有没有继续念，我说没有，在念牛王经。他说为什么不念呢？我说主要还是想求财。他笑了笑说道，这个法门你念它几百上千部，如果不付，我到佛前忏悔狂与罪去。于是我又开始念这部经，到后来我就突然跳槽到另一国有企业，而且进去不久后就拿了2笔大单子，很快就进了上层领导班子。而除了在我身上发生的种种神奇感应事迹外，周围念此经的人也都有了十分明显的改变。有位周师兄分享了这么一段他的真实经历。当时他身边有位刘姓同修师兄，他在念普光明经1000部后，不仅获得了殊胜的感应，还助他升职加薪，又治病。记得是在2012年的时候，当时刘师兄刚动完手术，我们几个新学佛的天天去看他。从医院回来后，他气色好了许多，看起来一点不像是有大病的样子。没多久，医院病理检查出来，说病灶已经完全切除，不是恶性肿瘤。刘师兄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很肯定地说道，我可是在念大乘力文字普光明藏经的，肯定不会生癌。后来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学佛人还是要念大乘力文字普光明藏经，积累福报资粮，如同上台阶，一个等级一个等级。在听了刘师兄的话后，我们回家后也都开始看这部经。后来一个同修黄师兄因为生活故障，为了他的儿子急需筹一笔钱，就去找刘师兄借。刘师兄看这位师兄求了这么多年财，却还总是手头拘谨，于是便向他推荐这部大乘力文字普光明藏经。而这位黄师兄也很是精进，每天都要持诵15部，而且每次相聚，他总是喜笑颜开地说自己正在念大乘力文字普光明藏经。
到了2013年年底的时候，原本还欠债20余万的黄师兄，不仅还清了所有的欠款，居然还买了一辆大众和一套在郊区的1室2厅的房子。这时候我们再去见刘师兄的时候，他还是说，你现在年轻，要多念念大乘离文字普光明藏经，对你有好处。后来在一次佛七时，黄师兄特地去打印了这部经给我说，你有空的时候就多念念。由于是黄师兄的推荐，令我的妻子非常重视，于是他不仅每天自己开始念大乘离文字普光明藏经，并且还每天劝我念。我妻子持诵还是精进，每天都要念大概16部左右，多的时候甚至一天能念到30部。结果在妻子念到半年的时候，他们公司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他的领导由于被查到有腐败的行为发生，选择了主动辞职。但这件事由于事发突然，公司事务上又一时半会儿没人接管，上面只好临时指派我妻子多做点事。可是我的妻子文凭并不高，在单位职位也低，按说这么多事过来，她的能力还真不一定吃得消。但结果没想到的是，妻子居然很好地完成了上面交代给她的事情。由于她的出色表现，领导集团原来的后备干部都积极推荐妻子去担大任。2014年年底，妻子成功升职，进了领导班子，工资实现了翻番。再说我自2014年开始吃大乘离文字普光明藏经之后，多年的神经性皮炎也痊愈了。这事儿很奇怪，要知道当时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说这个病是终生的。此外，在念了这部经之后，我烟酒都戒了，节省了不少钱，公司也提拔我做了主管。虽然这个主管在5年前就说要给我了，但是始终没给，直到这部经念到600部之后才给。不能说与这部经完全没有关系，只怪我每天只念3部，还是念得太少。刘师兄知道后劝我每天再多念些，并且告诉我此经念完后还要这么回向，仅以此功德，一者回向普光明藏限量实证，二者回向佛果菩提速即圆满，三者回向法界众生同生净土。然后再回向自己的愿望，多念即可，只管耕耘，莫问收获。通常收获会更大，量变必会导致质变，但若以一得而自喜，则十分可惜。还有位师兄在持诵了大乘离文字普光明藏5600部后，分享了自己的真实感应。从金钱福报来说，虽然没有有些师兄那样进账上百上千万，可我读经半年，大致算了一下，进账20万左右还是有的。当然，离填平几百万债务的窟窿还差很多。最艰难最困顿的时候，身上连100块都没有，说出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可确实是真的。不过真需要钱的时候，亲人也好，朋友也罢，只要我开了口，3万5万10多万，总会很快打到我账户，让我度了一劫又一劫。从身体上来说，自小的鼻炎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了，一直没有再复发。从小折磨我的胃病也不药而愈了，脸上的色斑淡去了很多，而且还在继续淡化。从生活习惯上来说，习性使然要大口喝酒吃肉的我，酒已经断了1年了。以前一直贪恋的肉食也突然不想吃了，已素食2个月。从小瘦到大的我，这个月发现长了4斤体重。从内心情绪来说，曾经以无生念的我，现在每天心平气和的生活。早上5点起床读经，7点以后当好母亲、妻子、儿女，顺境不贪，逆境不怨。顺境逆境皆是佛恩，加持我修身养性。凡一切法皆属心对治，不厌尘俗，福慧双修，不动于心，无所牵连。心在哪里，境在哪里，3念地狱，1念天堂，心明境破。煎熬了3年的我，终于离苦得乐，走出了人间地狱，苦海上岸了。最初刚开始读经时，我总好奇师兄们是怎么快速与法门相应，得到大进财。我私下交流了解2位师兄后，终于放下了好奇心，安心精进读经。我们只看到了德才师兄的感应收获，羡慕随喜之余，很少反求诸己。我所知道的一位师兄，读经100部，就有人送了一套装修好的房子，却很少人知道这位师兄修持准提咒30年，精进不懈，经常默默做了很多善事。
另外一位师兄读了几十部有进财，到198部，收入从最初所求的1个月1万到了4万以上。可读经进财的背后，他弑父至孝，父亲住院多年，倾尽所有，无怨无悔，金钱耗尽。他虔诚发愿自己愿减寿10年，还父亲健康。后来听说持地藏菩萨圣号可以救父亲，从未接触过佛法的他，竟然连续不间断地诵了几年地藏圣号。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这位师兄孝心可算万里挑一，孝感神佛了。父亲痊愈后，他又每个月拿出3至5千，一直在捐资助学。快速相应得财的师兄们早就积够了善因，大乘离文字普光明藏经就像催化剂，迅速催化出福报。反观最初的自己，临时抱佛脚，像跟菩萨交易，我入佛门，佛保我平安富足。读1000多遍就想进大财的，可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怪不得经中说，善男子有一种法菩萨应离，所谓贪欲。弟子忏悔以前心量狭小，读经就为跟佛菩萨求财求利，与佛菩萨所倡导无私无我背道而驰。看完了几位师兄分享的书生感应事例，还不一起加入持诵大乘离文字普光明藏经的队伍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